这几天，香港一场严重的住宅火灾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关注。我们为这场巨大灾难中的死难者表达哀悼，也对逆行的消防员表达感恩。大部分中国人为了一个安居的房子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，实在令人心痛。当然，我知道很多人看完新闻之后心里也难免会浮现一个问题：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所住的小区，我的家庭、我的房子、我的财产，到底有没有被真正的保护？今天这期内容呢，我不讨论火灾的具体细节，而是要和大家认真探讨，在高度城市化的今天，一个家庭应该如何依靠保险结构来兜住底层风险。特别是如果你住在高层住宅、老社区、群租密集区，或者你是房东、租客，那本期内容尤其值得你留意。首先，让我们从一个常见的误解说起。很多人认为只要买了房，拿到房产证，有物业公司来管理，家庭就自然安全了。但是事实恰恰相反，房子的价格越高，它可能暴露的风险也越大。而绝大多数家庭并没有配置合适的保险，也不清楚哪些风险该由谁来承担。那什么是暴露风险呢？我们可以想象以下几种情景：如果楼下公共区域起火了，如果楼上漏水导致家中受损了，如果隔壁施工引发了意外，如果整栋楼的电路老化了，如果物业出现了责任事故，如果火灾烧毁了你家的装修、家电或者重要资料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可能会指望物业来赔偿，或者你认为开发商、社区有保险兜底。但是现实中真正承受损失的往往是你自己，最终需要兜底的也是你自己。第二，我们得了解社区、物业和个人各自的保险责任是什么。很多家庭从未真正搞清楚这三者之间的关系。让我们先花一点时间把这个逻辑链讲清楚。一般来说呢，小区物业会购买叫做公众责任保险或者是公共区域保险的这种险种。那这类保险呢，主要覆盖因为公共区域设施，比如说电梯啦、楼道啦引发的事故，或者第三方责任，以及居民在使用公共区域时受伤的情况。但是它并不保障你家庭的室内财产、装修或者个人的损失。简单来说呢，物业保险保的是物业的责任，而不是你的家庭资产。那么，业主个人的房屋损失该由谁来负责呢？答案很现实如果你没有单独购买家庭财产险，那么家中的装修、电器、家具、个人物品等损失都需要自己来承担。很多家庭误以为自己被物业的保险所覆盖，实际上呢是处于裸奔的状态。另外呢，租户和房东的责任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。房东通常需要承担房屋的结构性风险和装修的损失，而租户呢，则需要对自身的人身安全以及因为个人行为引发的租客责任负责。比如说，如果火灾是因为租户使用不当而导致从他的房间蔓延的，那么租户可能面临高额的第三方赔偿。但是呢，调查显示超过90%的租户并不知道自己可以也有必要购买租客责任险。那这就反映出风险管理意识普遍不足的现状。第三，为什么说高层住宅属于风险叠加区域？因为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火灾，损失往往特别严重。这不是由单一的某个原因造成的，而是由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。首先呢，高层住宅楼层密集，火灾一旦失控，蔓延速度极快。它们的建筑结构在火灾发生的时候，救援难度也很大，烟雾、热量和火势很容易沿着通道迅速扩散。其次，老旧电路和多次装修累积了大量的隐性风险。不同住户的装修标准、电线质量、线路老化的情况，以及是否存在着违规改造等等呢，很难被全面的掌握。而这种慢性风险又是长期积累而成的。再者说，公共区域和私人空间交错，往往导致事后责任界定起来非常复杂。火灾往往不只影响一户，而是波及整栋楼甚至整个小区。责任在追溯的时候，需要判断是公共区域引发的，还是某一户的电路问题呢？还是邻居违规改造导致的？还是说物业疏忽管理引发的？在多数的事件当中，追责是困难的，赔付更为艰难。最后呢，高层火灾带来的损失不仅仅是重建的费用，还包括临时安置、租房成本、房屋无法居住期间的经济损失，以及重要的资料、证件、物品的不可逆的伤害。而保险几乎是唯一能够覆盖这些巨大风险的工具。
接下来呢，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个更长期却也更现实的维度，就是房屋从交付到老化，它不只是居住的问题，而是一个跨越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持有过程。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有两个常被忽略的关键点。第一是房屋的长期维护成本很有可能接近房屋总价的3到5成。你看，外立面的翻新、电梯的更换、管道的改造、车库的加固、消防系统升级等等，都不是小数目啊。要使一栋楼保持安全，不漏水、不失火，全生命周期的累计刚性支出很可能会达到房屋原值的30%到50%，而这些费用多数不属于保险范围，需要业主自行承担。第二呢，是支出的高峰往往和个人收入的低谷相重叠，形成了时间错配。比如你在30岁购房，那前20年大修的压力并不明显，而大规模维修呢，多数在房龄30年之后会密集出现。也就是说，当你60岁左右退休了，收入开始下降的时候，而你的房子却进入了需要频繁大修的阶段，那每隔几年就需要支出几万块，甚至是十几万。如果再叠加你当时的养老、子女教育和医疗的开支，如果你早期的资产配置结构当中没有预留足够的缓冲预算，那你退休之后最大的压力呢，还可能不是你的日常开销，而是被迫不断为房子投入的资金。所以买房子绝对不是一次性的买入决策，而是一笔长期的现金流承诺。对于普通家庭而言呢，保险用于应对突发事件，固收加现金类的资产呢，则是对冲老年阶段大修支出的重要工具。而把家庭的全部资产都集中在某一套房子上面，是极具风险的结构性安排。那么普通家庭到底该怎么做呢？接下来呢，是这期内容的核心部分，我为大家提供一套家庭风险检查的4问方法。第一呢，弄清楚你所在的社区的物业购买了哪些保险，你可以主动打电话问物业公司是否投保了公众责任险，那么它的承保范围是否包含了电梯、公共区域、火灾责任等等。你问了以后会发现呢，很多小区的保险额度其实很低。第二，检查自家是否配置了家庭财产保险。这类保险呢，可以覆盖室内的装修、家具家电、贵重物品、火灾、盗窃等等的损失。年保费通常呢只要几百块，但是却能在关键的万一时刻保障几十万的家庭资产。第三呢，还可以根据自身家庭的情况，考虑是否需要购买家庭责任险。如果你家中的孩子、宠物或者其他意外对邻居或者公共区域造成了影响，那么这类保险呢可以承担相应的赔偿。第四，租户同样有必要配置保险。很多租户不清楚啊，自己也可以投保家财险、租客责任险和意外险。这些保险呢，最终守护的不是房东的房子，而是你人身和财产的稳定。最后呢，我们将视角再提升一层啊。我一直强调，家庭资产的风险不仅来自于市场的波动，还可能来自于突发事件。香港这场火灾再次提醒我们，房产不等于安全资产，高价值的资产如果缺乏保险的护航，风险更大。家庭保险是资产配置中最容易被忽视却至关重要的一环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